哎，看到这个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没错，摸屁屁10，当年被玩家戏称的王姐，靠这一套产品打响了名号。当年的摸屁屁10刚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在电玩圈里边掀起来一阵热潮啊！以299块的定价放大了，改了腿部以后，又凭借优良的用料和做工，在米友圈里边也是掀起来不小的波澜。时隔了这么多年，这个厂家名叫微霜，但价格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形容一下，就这么啪叽对半砍，厉不厉害？新玩家们可能不清楚这一款的概念啊，放大了以后，车型的长度来到了26公分。做工方面，以微霜的这个100来块钱的价格说，哇，其实性价比我觉得相当可以了。用料的材质很不错啊，这个塑料的手感摸起来也是比较润泽的。电镀轮毂、橡胶轮胎这些地方并没有省略。车窗的这2块是合金零件上的红漆，并且色差不是很明显，该用透明件、该用电镀的位置，也是和原版的 MPP10差不太多啊。上边的这一圈有涂装，楼梯里边、侧面的灯这些地方也都增加了涂装。我试着变形了一下，密合的程度还可以，但是相对来说啊，有一些水口可能没有切干净，稍微的多一点的地方自己拿笔刀削一下，还是可以完美密合下来的。那咱们来开始变形。老 MP10的这个设计确实是很经典的，变形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但2个形态的处理效果也是极好的。先把保险杠两侧和侧面的灯打开，然后往外掰一下，2个烟囱拉长，车型状态下是压下去，人形推到上面，接着经典式的翻出。擎天柱的胳膊就应该放在这儿，拉出来，把这个关节脱开。在脱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这里有一个卡子，是跟腰侧面的一个孔洞进行连接的，所以在往出翻折的时候，从后面看，斜着先把这一块折开，就脱开了这个扣子，再往出掰肩膀，哎，这回就很好的脱出了。因为尺寸放大了嘛，这些卡扣的位置也变大了，所以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尺寸过大的话，其实还挺绊的。好，楼梯收下来，下边的盖子打开，旋转小臂收上去，在这个位置里边也是增加了涂装的，拉长折下来，另外的一边翻转盖上，收楼梯，拉长90度折下来，这些地方里边还是有齿轮定位的。接着我们撬一下下边的假腹肌，中间和合金的连杆有插扣，把这里打松，一个 Z 字折叠提一下。两边的倒车镜我们刚才已经折进去了，把这合金的窗户打开，脑袋顺里边翻折出来，接着拆开下方这里连接的位置，把整个的进气格栅中网放进去，2层盖子、引导模块仓、保险杠都扣合下来。哇呀，这个点度好闪啊！胸就可以关起来了。接着前轮旋转180度，在这个根部里边其实也有齿轮的定位啊，你在转的时候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咯噔咯噔的。好，然后90度收上来，腰身的曲线掐好，背后这里把这2片贴到中间，保险杠的侧面还有车灯插进去，车灯的下方有插扣啊，把它固定一下，再把合金杆子 Z 字折叠往下压，同时在里边黑色的零件这里有卡扣进行定位，插进去，上半身我们就变好了，旋转腰部180度。腿部的变形，先打开油箱这一块的扣子，双腿中间的扣子和脚踝中间的扣子打开拨松，小腿后方这里有一个按钮是伸缩的开关，把它拉长，缩的时候呢，现在是缩不回去的，只有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你才能正常的伸缩。老设计这种细节的地方做得很棒啊。接着脚踝记得往外侧推一下，在变成车型的时候，它是往内居中的，前脚掌后脚跟打开，前方的这一块散热孔全部折过来。原版的 MP10这个地方是4个格子，
微将的摸屁屁当时把这一块腿部加长了，也是为了美型考量，所以变成了5个格子。腿肚子后方还有一片盖板，双关节折过来，把轮子的外侧这里盖上。这个时候就双段关节折油箱，卡回来。确实是非常经典也简便高效的一个变形过程。这一回的微双摸屁屁10给我感觉脚踝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紧啊，还好是中间这里穿的是螺丝轴，我们可以用这改锥稍微调一下这个螺丝，把它拧紧一些。脚的这个位置是合金零件，也为了增加配重。胯部、膝盖这里都是齿轮关节，叮当作响，挺稳定的。侧台这里就是轴了，但是当年的老设计啊是没有弯腰结构的。头雕的造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背后的箱子、背包打开，大枪藏在这里边，推一下这个孔，把它拔出来。当年原版的这个大枪其实设计了一个弹出的结构啊，这里有一个开关，按一下就可以自动把大枪变出来。但微双的这个版本呢，虽然说这些弹簧的结构还在，但是这个扣子其实卡不住，为啥呢？因为它的枪头里边填了一块强力磁铁，这个是跟老版的摸屁屁10不一样改模的地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磁铁的存在，这个钩子勾不到孔槽里边了，就挂不住了。不过还好的是，因为尺寸变大了，容差空间也大了，你把它叠起来倒是还能装进背包里。而微双这次为啥要这么改呢？它是个磁吸开关，对准脑门吸一下，眼灯就亮了。对准里边的金属领导模块吸一下，也就亮了。他把这2处改成了磁吸灯，哎，用现在的技术做出来的发光效果，那这个效果就好了很多呀。原版的 MP10也好，微将的摸屁屁10也好，其实都算是一个挺经典的东西了。在原先的基础之上加入了现在的磁吸灯技术，那也算是有升级。而且刚才我们演示的整个一个变形过程，其实看起来人形和伪装形态的处理都还是不错的，模具的精度没啥问题。唯一这一款的问题，我感觉脚踝这个关节有一些松啊，虽然说用那螺丝拧紧了一点点，但是也是比之前仅好了一点点啊。并不是说做的特别紧的那种。其实对于摸屁屁10放大到了这个尺寸，重量已经上去了嘛，这一块我觉得定位要再好一点，或者说改一个齿轮关节，应该会更靠谱吧。但咱们也话说回来，脚踝这个关节虽然有一些松，但站立的话正常摆放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放大以后32公分左右的一个尺寸，如今的售价几乎是对半砍，100多块钱的价格，我觉得真的再多的缺点在这个价位面前基本上也就没什么可挑剔的了。配件的内容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大枪和能源宝，还会带 Spike 和这个透明的软胶大斧，所以又是一款性价比超绝的产品。反正总的来说吧，我个人还是挺推荐的一款产品啊，毕竟很便宜嘛，100多块钱。你即使说我对于之前没有玩过的 MP10模具想感受一下，或者说纯粹是用来防个熊都不成问题，亮闪闪的摆在那里其实还挺好看的。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